在视频开头想问一下各位，北方的小伙伴到现在还有用地窖囤菜的吗？记得在一些电视剧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每到冬天，会有很多家庭都会往自家地窖里面囤大量的蔬菜。即使外面天寒地冻，地窖里面的温度还是温暖又干燥，用来储存蔬菜是再适合不过的了。就好比土豆，如果储存的好，就可以在地窖里面放半年以上。不过既然是温暖又干燥，往往是密不透风的，那就容易聚集有毒气体，稍有不慎就会让人中毒身亡。2014年的某一天，8岁的玛利亚·切尔西瓦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彻底成为了孤儿。玛利亚生活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上，父亲米哈伊尔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学教授，母亲温柔善良。玛利亚还有一个哥哥，家庭氛围可谓是十分融洽，不禁让人心生羡慕。事发时，父亲米哈伊尔去地窖拿一些土豆准备做饭，然而过了好久都没动静，妻子就放下手中的活进入地窖查看。可怕的是，妻子也一去不复返。紧接着，同样的桥段又发生在了玛利亚的哥哥身上。他很奇怪，只是去地窖拿点土豆而已，怎么爸妈都没搞定？肯定是遇上什么麻烦了。于是哥哥也独自走下地窖，而事实上，地窖里面的土豆已经严重腐烂。米哈伊尔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遇上麻烦，一到地窖后就晕倒，随后不省人事。就这样，玛利亚的母亲、哥哥和父亲因为吸入了有毒气体后全部身亡。后来，玛利亚的祖母也发现了异常，她顿时感到事情不妙，于是打电话给邻居帮忙求助。然而，救人心切的祖母还没等到人来，还是独自闯入了地窖。她打开了门，试图让毒气散去，可没想到自己也在一瞬间昏死了过去，而全家上下只剩下8岁的玛利亚。他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懵懂地来到了地窖口，只见门开着，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和祖母都瘫倒在了地上，一动也不动。很快，警方到达了现场，经过调查，他们4人都是死于聚集在地窖内的毒气。此事一出，震惊了所有人。可怜的玛利亚只能被安顿在亲戚家轮流照顾。其实早在1979年，英国伦敦南部的一所学校就发生过类似的集体中毒事件。据统计，当时有78名学生和老师中毒，他们的症状基本一致，包括呕吐、腹泻和腹痛。其中几名学生情况较为严重，还出现了高烧、昏迷和抽搐的反应。好在这种情况只持续了5天，基本上所有人都恢复了健康。但奇怪的是，有几个人都报告称，症状消失几天里，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幻觉。到底是什么导致的这场怪病呢？原来罪魁祸首竟然是一顿饭当中的土豆。这虽然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这些事故的元凶确实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土豆了。事实证明，腐烂变质的土豆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危害。在这里，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茄碱，又称龙葵碱、龙葵素，存在于土豆、番茄以及茄子等茄科植物中。一方面，茄碱是土豆自我保护的武器，可以抗菌抗虫；而另一方面，对人体却是一种相当强的毒素。它对胃肠黏膜有着较强的刺激性，轻微中毒的症状为口苦、胃部不适，而且茄碱还能麻痹中枢神经，可引起急性脑水肿、恶心呕吐、呼吸困难，严重的还会出现昏迷抽搐。不过大家放心，在成熟的土豆中，茄碱含量较低，基本上不会让人中毒。但是随着土豆变质，有毒物质的浓度也会水涨船高，所以当地窖当中的土豆开始腐烂，这些有毒物质会融入到空气，成为致命气体，拼命向外扩散。再加上地窖是长期封闭的空间，如果有人意识不到这一点，直接进入地窖的话，一瞬间就会吸入浓度颇高的有毒气体，轻则呼吸困难、昏迷，重则导致死亡。可能有小伙伴会说，把土豆煮熟了是不是就没事了？在刚才提到的伦敦学校中毒事件中，那些学生们吃的正是煮熟的土豆，在进食后4到14小时之内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。学校经过调查后才得知，原来那一袋土豆遗忘在仓库很长时间了，食堂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当回事，直接就拿来做菜。其实要想知道土豆里面是否含有茄碱，还是有迹可循的，就比如土豆开始变绿，甚至已经发芽了，就能说明茄碱有所增加，颜色越绿，茄碱含量就越高。而在开头的那起事故当中，玛利亚的祖母其实已经意识到土豆变质的问题，所以在进入地窖后，她立刻打开门，试图让气体尽快散去。可没想到，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，祖母也没能逃过一劫。而就在同一年，有新闻报道，4名西伯利亚人也因致命的土豆毒气而丧命。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是位于西伯利亚的中部城市，4名受害者都是来自该地区蔬菜仓库的员工。事发时，他们前往仓库处理土豆，但迟迟没有回来。老板觉得很奇怪，于是去仓库检查，立刻就闻到了一股刺激性的气味。紧接着，他发现4名员工已经躺在地上不起，又是一起同样的悲剧。后来，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发表声明，证实了4名员工的死亡也是由于土豆腐烂释放出了有毒物质引起的。
很快，这2起事故引发了巨大的讨论，所有的人都被敲响了警钟。看来万万不可小看土豆的威力。如果地窖里面长时间存放土豆，那在进入之前务必要通风换气，打开门后也不要急着下去，最好是找一根点燃的蜡烛试探一下里面的氧气情况。另外，如果有人发生意外被困在地窖需要营救时，那救援人员也必须要提高警惕，确保已经通风换气后再下到地窖救人，不要让悲剧重演。其实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土豆发芽了才不能吃，没想到长时间存放土豆的空间也暗藏着危险。研究表明，在每100克马铃薯当中，茄碱含量达到30至50毫克就会引起疾病。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，因为每个人对于茄碱的耐受性不同，所以症状有轻有重。下面就是各种医学期刊上的相关案例，其中的一些案例非常严重，大家也有必要了解一下。1899年，56名德国士兵进食土豆后发生了茄碱中毒，后来全部都康复了，但出现过少量的黄疸和部分瘫痪的情况。1925年，德国一家7口因食用土豆而中招，其中2人不幸去世。据幸存者回忆，土豆确实已经发绿，而且吃上去有些发苦，但因为有调味料掩盖，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。最初的症状是恶心呕吐，整个人都觉得非常疲惫，于是他们都早早的去床上休息了。可怕的是，在去世前的几个小时，那2位患者突然呼吸急促，喘不上气，最后都失去了知觉。1948年8月13日，一名9岁的女孩也因茄碱而中毒，只不过这次的不是土豆。她发现在家附近的道路边上出现了新的浆果，很是新奇，于是立刻摘下来尝了尝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厄运降临在了她的头上。小女孩回家后不久就出现了呕吐、腹痛、呼吸困难等症状，父母立刻把她送进了医院，可抢救了2天，还是没能挽回这条年轻的生命。根据尸检报告，女孩的胃黏膜和小肠中段严重出血，胃里面含有大约568毫升的棕褐色液体。其实路边的一些野生浆果外表看着非常有诱惑力，而实际上某些有毒化合物正在对你虎视眈眈。就比如一种名为圣诞橙的黄褐色浆果就富含茄碱，孩子的肠胃本来就很脆弱，食用这种野生浆果就很容易引起胃部痉挛、肠道不适。不过在饥荒时期哪还管得上那么多呢？有报道称，在1952年，朝鲜曾有大把人都食用腐烂而变质的老土豆而中毒，仅仅一个地区就有382人受到影响，其中52人住院，22人死亡。最严重的病例是食用土豆后24小时就死于心力衰竭，其他患者的症状也不轻，包括嘴唇、耳朵发蓝、心跳过快等等。这些人几乎都在中毒10天内全部死亡。那说了这么多案例，各位对茄碱肯定非常的膈应了，不会因此都不敢吃土豆了吧？其实不用担心，我们需要预防的是茄碱中毒，而不是土豆本身。平时除了我们自己需要对土豆的存放有着正确的认识之外，在日常生活中，一般以土豆为原料的食品，大厂都会检测茄碱进行筛选。除了一些无良小作坊可能会滥用变质土豆拿来做外卖，毕竟在我们的一贯认知当中，吃外卖拉肚子多半是由于不干净的荤菜，很少会把矛头指向土豆的。不过总体来说，大部分人对茄碱的反应不会很大。首先，我们的身体能够将其分解排出体外，但是如果茄碱含量过高，上述的症状都是有可能发生的。那我们该如何应对呢？首先，在土豆存放的过程中，要保持良好的通风、避光、低温的环境。如果发现表皮有轻微发绿的地方，可以不扔，但一定要把皮削干净，最好能多削掉一点，然后尽可能的煮熟、煮透一点再食用。严重变绿甚至发芽就直接扔了，别吃了。不要心疼这几个钱，因为这个时候的茄碱肯定已经从表面渗透到内部，食用后就更加容易中毒，得不偿失。今天的这期视频大家可以多多转发，简单给周围的家人或者朋友科普一下土豆变质的危害。老一辈的人总是勤俭节约，不舍得浪费粮食，虽然这是绝对正确的美德，但为了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着想，该扔的时候还是要扔的。不过在这里我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次经历，我当时直接把发了芽的土豆切成小块，在家中的院子里挖了一个坑埋了下去，心里想着如果不发芽就当肥料烂在土里也行。没想到过段时间还真就发芽了，不过后来也没有时间挖出来，就不去管它了。如果各位在家有条件，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花盆，去网上找找教程试试看，很容易成功的。发芽后几个月就能有所收获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各位有没有过食品中毒的经历？而罪魁祸首都是哪些食物呢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正正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